就在刚刚，麦的生存打破一切 0.5.5 版本更新了。更新的内容呢，可谓是非常之多呀。接下来我就挑几个重点来说一说吧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喜欢麦的生存的兄弟们，希望我继续开坑的兄弟们，就给本期视频多点点赞，好吧？点赞超过2000，咱们就立马开坑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看的就是眼前这个东西，叫冶炼炉。这外观看上去是不是很像高炉？合成配方呢，也和高炉一样。只不过底部的平滑石头呢变成了石头。那么加入这个冶炼炉是用来干嘛的呢？那就是因为这个版本呢增加了大量的合金装备以及合金武器。我说的合金可不是下界合金呀。不过呢后期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，因为筒子哥呢正在紧锣密鼓的制作 1.16 版本的麦的生存打破一切。这些合金呢可以为我们打造青铜合金装备、银铜合金装备以及高碳钢装备。每件装备呢都有自己的属性。那么这个合金该怎样制作呢？接下来由我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刚开始当然了我也是研究了一阵啊。对了，具体的更新日志呢，我会在视频最后给大家展示。这边呢，我们以银剑为例，冶炼合金呢，我们只能使用岩浆；铜锭我们放在左侧，需要冶炼的物品呢，我们放在上方。这样的话，一把青铜剑我们就冶炼完成了。简单看一下这把剑的属性，耐久呢可以达到5000，有一个亡灵杀手，攻击伤害呢可以达到7.5。要说调整最大的，那就是地下世界。首先就是地下世界呢增加了战斗高塔，在高塔的顶部呢还有传送石碑。同样，地下世界的外观呢也进行了调整，有藤蔓，还有眼前这种荧光蘑菇，打掉它之后就可以掉落萤石。不仅如此，地下世界呢还能生成绿宝石林，还加入了红石洞穴系统。在这里呢，我也是用时1个多小时寻找这个红石洞穴以及绿宝石林，只不过很遗憾我都没有找到。虽然没有找到吧，但是我总感觉地下世界的怪物好像是增多了，矿物的分布呢也更多了。可是这些在更新日志中都没有说，也可能是我的错觉。以前我们来地下世界呢，总会出现一个大峡谷，这次呢把大峡谷也移除了。古石刷板龙的宝箱内新增了一种地图，叫古石地图。得到它之后呢，我们就不会再迷路了。简单一标记，轻松回到家。古石地图的话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？就是眼前这本，只不过它的刷新概率呢稍微有点低，10%的概率产出。如果说更新最离谱的，我觉得就是血月了。血月的夜晚呢，增加变异僵尸的手动刷新，尤其是在玩家周围强制刷新，填补了非正常区域无法刷新的问题。而且血月的白天呢，取消了变异蜘蛛和变异苦力怕。再像我以前这样搞点火药搞点线，那肯定是不行了。地下世界说完了，我们再说一下主世界。要说主世界最大的变动，那就是增加了前哨塔。没错，就是眼前这个，它的出现呢肯定是有一定的作用，只不过我一会儿再说。咱们先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个前哨塔。好家伙，以刷怪龙的形式刷新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刷怪龙还有没有上限呀？你看，像我现在这身装备啊，肯定是拉嘎乱杀。只不过你前期如果要来的话，先不说刷怪龙有没有上限吧，就这掠夺者的小弓箭，我估计也得要了你的小命。2楼进来看一下，进来之后没啥可说的，兄弟们，满地刷怪龙啊！这个刷怪龙真的是非常离谱啊！前期如果你想来这里偷点宝贝，我说实话，兄弟们啊，原版生存还可以，在这里的话，你真就别想了。数了一下啊，2楼一共4个刷怪龙。可是我话又说回来啊，前期如果你拿不下这个哨塔，后期的话，像我现在这样，这哨塔里的物资呢，可能对我也没啥用了。来吧，看一下宝箱吧。宝箱内的物资呢，我不能说非常的离谱，我只能说是简直不要太离谱，居然有2个铁块，你敢信？铁锭的话我真的能理解啊，放铁块你就有点过分了吧。前期的话得到它，那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2层的话有4个刷板龙，这1层的话刷板龙也不少，我数了一下啊，大概有5个，每一个由羊毛制成的小房子里必有一个刷板龙。这里的宝箱呢相对就差一点，只不过前期的话也是非常有用的。而且这里还会刷新一个破损的铁针，虽然是破损的，但是前期的话也肯定够用。另外的话，主世界还增加了一种新的矿物，那就是锡矿。锡锭呢加上铁质以上的锤子，通过铁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锡板。锡板有啥用？目前因为我没有锡矿啊，我也没有研究。行吧，我感觉我要说的可能也就这么多了吧。最后呢，给大家放上更新日志，喜欢的兄弟们千万不要忘记点赞支持一下。那么咱就拜了个拜。